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会做一期关于露娜的视频，一些基本的出装、铭文召唤师技能，然后一些连招之类的。首先我们就从装备开始做起吧。装备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先出一个打野刀然后打野刀紧接着就是净化水晶，然后净化水晶之后我们出一个鞋子，鞋子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是逆法直靴这个是我们增加前期的法术穿透。就是追求一些伤害，如果你觉得前期伤害不足，你可以考虑出这个。可是后期一般都会换成抵抗之靴，甚至是前期如果你对面的控制比较多，你就只会出抵抗之靴。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合成一个十字预言，当然你也可以先出一个小的吸血书，就看情况，因为吸血书是有一点冷却和一点法术攻击，还有吸血，然后出直接合成十字预言的话，就增加你前期的双抗还有一些法术攻击。就是十字预言和那个小的吸血书可以跟着情况来变更顺序，然后就是之后就是合成大本的吸血书，然后接着是先完成你的打野刀，然后最后这两个装备基本上这个出装是为了追求极致的伤害。如果你想要就是有伤害的同时又有一点坦克的，就是有点坦度，那你要出这个破解之一然后甚至是你也可以考虑出一个辉月基本上出装就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些防御，物理防御，那我们可以出这个不祥征兆，就是物理防御比较高，还有它又增加你的生命出装是这样子。然后铭文就是比较普遍见的，就是10个狩猎10个心眼，还有10个红月，这是为了追求攻速露娜很依靠攻速，所以它要这个出装的攻击速度会有32%。出装说完了，召唤师技能自然而然就是在惩戒。然后蓝 buff 这里你可以双开，就是拉两个野骑，我们把这蓝 buff 拉出来一点到这个极限出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同时前期你可以不停就直接拉两个野怪一起刷。然后同样的，我们在红 buff 这里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拉双野我就把它拉到这个角落，它可以打到我们就同时不会跑出那个它的攻击范围。前期从哪个 buff 开始刷起，就是看情况。如果对面有钟馗类似的英雄，那么我建议我们一开始从红 buff 开始刷起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会选择一般的钟馗玩家都会选择拉你的蓝 buff。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对面有比较强烈入侵野区能力的英雄，比如说兰陵王我们也会选择从红 buff 开始刷起。接下来我们说我们的连招一下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飙到两个对手一般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直接这样飞过去撞2次，就把两个印记直接撞完了可是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这么做，你打了2个飙了之后，我们用一个普攻就是普攻来接近对手接近，因为它露娜的普攻它有一个突进，所以当我们突进了之后，你就可以顺势的贴着他的脸，然后再飞出去一段。还要再更顺畅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种弄掉好，更顺畅一点就是普攻拉打一次，然后再飞回来，就是这样这样会整体上来说比较顺畅一些我们再来做一次，就是一技能飙到两个或以上的目标，然后我们对于对面最前面的这个目标，我们先进行一段普攻所以我们这时候打标了，我们的普攻拉，再普攻一次，再拉回来，然后这时候你就有一个被动印记这时候你可以再拉回来，然后再用一个2技能把他们拉靠近这是基本上的一些连招。1技能呢我们说完了，然后我们说2技能2技能我们看到这个范围其实蛮大的，然后当我们把对手拉进了2技能的位置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直接飞无论你往哪个方向飞都没问题，也就是拉直接飞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地往那个目标走靠近。所以如果你被追击的时候就是被追击拉一个2技能直接往后面拉就是它的2技能范围可以直接触碰到你的大招，可以直接锁定那个印记。经常你们应该会看到人家有一个叫做再次走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它是一个这样。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直接这样飞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1技能的CD因为我们这样子飞的时候，看我们就有那个时间让它缩那个 CD 起来，对吧？所以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差不多 CD 已经好了因为再加上我们这会穿插普攻
啊，我们会穿插一个普攻在飞的过程，所以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我们打了一技能的标记之后，我们先普攻靠近这个第一个目标，啊，好，我们这里就是总共普攻3次嘛，啊，第一次打标，然后普攻1次，然后这里可以普攻1次，然后直接飞到这里就是普攻回来，你可以这样试着拉，啊，整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招的方式，这样确保你的一技能锁心你可以等它 CD 好。所以你可以再飞多1次，甚至是你可以在中间穿插普攻会比较顺畅啊。通常我们第一次普攻是在对第一个目标冲刺的时候，它就有1层。然后当然你可以在飞的时候，就是你普攻1次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再普攻第2次啊，或者是还有一个选择是，我们普攻第1次的时候，你在飞第2段的时候你再普攻哦。可是你要确保，因为我们第1段的那普攻它的存留度很低，它很快就不见掉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我们刷了之后。普攻拉普攻，然后再这样连续拉回来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进出，是连招比较顺畅。然后当然露娜还有另外一点是，你要能够运用周围的一切，就包括这个小野啊，旁边这个小野也是你的这个小野啊，你要善用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你看到吗？就是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把那小野给撞了，对吧？其实最优解的情况就是假设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人偶啊，我就把这当做是那个就是那个小野，除了我们用一技能起手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先普攻2次啊，就是原地空挥2次啊，就因为原地空挥2次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那个你的被动就已经存着了嘛，因为它会保留一段时间，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先空挥2次，然后一技能啊，当然因为这时候你就不能再用那个被动靠近对方了，因为你的被动是存着那个标记了，所以这种时候通常我们是标到的时候我们就飞。啊，然后2技能拉一段，然后再刷啊，就是大招再刷1次你的被动，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所以要善用你周围的一切。当然，如果你的标记就是，甚至是如果你标到那个小野啊，那我们先往回拉1次，然后这样子啊，这是它的一个基础连招啊。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段视频，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能够直接出镜，特别是在高地的时候最适合。一段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Z 字抖动啊，刚刚太快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放慢。我们先原地空挥1刀，然后再放出1技能，然后到了3个目标，包括鲁班7号。此时我们已经在第1个目标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往外拉，再飞过去第2个目标，然后再往鲁班的身上飞，然后再衔接2技能和被动的那个标记，就打出了连招，直接把鲁班带走。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露娜的一技能标的范围啊，其实你大招的范围是比它稍微小一点，看到吗？可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碰到那硬币的啊，所以如果这种时候你是一技能起手，那你就一技能就去直接跟着飞啊，你会确保你在你的一技能碰到对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撞上那硬币。啊，如果他是在逃跑的过程，那确保我们就稍微靠近一点，这种情况啊，直接飞你就可以撞到了啊，甚至你一技能看到吗？它会飙到后面更后面的这个人偶哦。因为你看，原本它的范围是在这里，对吧？然后那个后面那个韩信人偶其实是稍微远一点，可是你看我们这种情况，它也是可以飙到2个，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跟着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没注意到那细节，所以我们一般直接跟着飞第1个目标，可是它还有一个目标在后面，你可以跟着飞，所以这边就有两段位移。有一点你们要注意看，就是我们大招飞的时候啊。它其实有一段好像怎么说那个空白阶段，就是我原本是这样子飞啊，然后我想要再连着飞，对吧？可是如果你要整个动作要很流畅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然后直接这样，对吧？可是如果你太快，它会跟不上。你看到吗？我刚刚已经有拉了，可是它就是没飞出去那第2段，啊，这种情况其实它跟不上啊，所以你要稍微停顿一下，就是你飞的过程，你要稍微停0.多秒啊，你再接第2段飞。这样子它就能够拉上了。还有另外一点是，当我们2技能把对手拉了之后，假设说我们是这样子拉了2个，啊，这种时候其实你可以往旁边走1步再拉，这样子你后面那个目标还会有一个印记。刚刚我说太久了，它的印记没了啊，在示意的位置，在示范的位置啊，拉往旁边走一点，啊，然后再拉回去，看到吗？就是你可以撞2个目标。当然你要确保你别拉得太远。怎么说呢？就是你拉了之后。可能你不小心飞得太远，因为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撞那印记嘛。拉得太远，可是这种时候你拉不回去，撞不了那个印记的
所以通常我们是，如果你想要，除非你是逃跑，你可以直接把它拉远。可是如果你想要在追击是在反击，那么你拉了之后啊，你要确保你能够回来那个距离，就是别拉太远啊。OK，示范一下，就是别拉太远，然后技能，就你拉回来，然后你要能够确保你还能撞回去那个目标。当然你这种情况，看到吗？我刚刚是直接撞2个目标。你能够的话，你要撞旁边这个目标再回来啊，这个就很细腻的一些控制，比较要求比较高，一般来说会多练习才能做到这个目标。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露娜的一些操作的设置啊，你可以设置一个单英雄定义，当然你一般来说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露娜的这种就是用自由攻击模式，就没有那个补刀和推塔键，当然你选择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可是你要稍微注意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这个优先攻击目标必须选距离最近单位。然后当然自动追击距离也是近距离自动普攻也可以打开。然后还有一些是精准普攻，你也可以选择闪面型当然闪面型就是攻击，就是它会有一个你可以选择性。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就是技能取消保护这个东西其实最好是直接放0秒，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用这种方式的就是滑到取消按键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那边你放的不够久，就你一拉到那个区域你直接放手，其实它有一个技能取消保护，就是它会默认你还没有取消那个技能，结果你的大招就可能直接飞出去了，而导致你的大招其实就是没有目标没有印记就是直接断了然后还有一点是在布局比如说我们从布局我们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一个自定义。这里就是你可以更改你的2、3技能的位置原本露娜是这样嘛，所以我就把3技能放过来这是我的习惯。当然你也可以看你个人的来调整一下。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